今天呢，要跟大家一起来看美国 FDA， 也就是美国的食品药物管理局，怎么样去规范直接对消费者贩售的基因检测产品呢？那我们一起来看2017年4月美国的 FDA 的 Immediate Release， 它到底谈了什么呢？好，那2017年开始，美国的 FDA 就开始同意消费者可以直接购买基因检测的相关的产品。那什么叫做基因检测评估的产品呢？也就是 FDA allows marketing of the first direct-to-customer test that provide genetic test information for certain condition。好，那这是什么样的东西呢？好，美国的 FDA 辐射健康设备中心的主任 Jeffrey Sharon 这个医学博士有提到，消费者现在可以直接购买基因风险评估的报告资讯，其中呢最重要的是，它让人们可以了解基因风险，它只是一个风险评估，并且让他知道遗传风险并不等于他未来会罹病。有一个专有名词叫 GHR， 也就是 Genetic Health Risk。这个基因健康风险评估是提供遗传风险给消费者，因此这个检测并不是诊断，也不能够推测说这个未来这个变异确实会罹病，因为这个人罹病与否其实跟后天的环境还有他的生活饮食有关。那美国的基因检测的鼻祖是谁呢？就是 23andMe， 他们提供了基因检测的健康风险评估。它透过这个分离口水里面的 DNA 来检测了50万个基因的变异，还有它跟疾病的关联度，也提供了10项的基因检测的报告。那 FDA 的美国的 FDA 呢，就审查了这个 23andMe 在进到市场之前，他们给他的审查报告，哇，他发现呢，这个风险报告只提出低、中、高3个风险值，跟市面上的诊断说确诊与不确诊是不一样的。那面对这个 GHR 的相关的上市呢，那 FDA 有提到以后的这个受审流程将会进行免除，也就是说 FDA 对于这个 23andMe 这家公司这些决定是因为他们观察到专家学者对于这个部分的审阅，对于这个目前所上市的这10种的健康风险评估，这个根据是来自科学的文献，对于基因的变异，使得这些疾病有一些相关度，并且呢，透过口水分离这个 DNA 确实是可以分析的。那 FDA 也要求所有针对这个消费者，直接对消费者，我们说 direct to customer 这个检测呢，必须容易阅读，使得使用这个 23andMe 的这些使用者，他发现这个报告书呢，确实是容易理解的，而且至少可以了解到90% 的这个内容哦。那对于报告本身，是不可以拿来做诊断跟用药的凭据。如果关于个人的健康相关的问题，是可以询问相关的专业人士。另外 FDA 呢，也将这个 23andMe 的这个 GHR， 就是所谓的健康风险评估的测试呢，他们也打算从 FDA 的上市前的这个受审进行豁免。也就是说，其他相关于这个 GHR 相关于这样的基因检测评估，以后再提交上市前的这个审查呢，也可能会获得豁免。那这个原因就是因为呢，这个 FDA 他认为呢，他会尽量用一次性的审查过后，然后尽量以最不繁琐的方式让它进入市场。好，那再来就是台湾咯。好，对于台湾这个健康风险评估，跟接下来我们台湾会遇到的所谓的 LDTs， 属于诊断型的基因检测，它是2个完全不同的范畴。那有许多的人士他不是那么清楚，以为这个东西好像是在法规之外啊，那其实它是完全2个不同的检测，虽然都是基因检测。那现在 LDTs 纳管的这个区块呢，是属于诊断型的，也在特管法的附件4，大家可以参考一下因为很多人都列举了，法规也很清楚，这里就不详加赘述。那现在呢，也有许多的基因公司，像我们公司这样子，就是我们做的跟健康风险评估，它的专有名词叫 GHR， 也就是说，透过遗传的资讯，可以提供您未来有没有可能
好，在这个遗传图谱里面有没有这样的风险？那很像是小时候爸爸妈妈去看医生的时候，医生会问我们说，请问你家里有没有高血压的病史？有没有心脏病的病史？或者更直接会问说，你们有没有曾经有过敏的病史？那以前是透过医师的询问，现在可以用更科学的方法，透过遗传的资讯，给予更清楚的遗传跟疾病的关联度。那很开心今天跟大家分享 FDA 在2017年在美国的一个这样的一个immediate release。那希望这样的分享对你们有帮助哦。